如果人类的 DNA 最初是由古代地球人工生物工程创建的，那是否可以作为一条线索呢？这种理念在霍皮族的传说中广泛流传。在霍皮族的传说中，你不一定要排除来自天空的神灵与居住在地下的神灵之间的联系，因为人们同时拥有这两种想法，即神灵在地下、水下和天空都有领地，而地球上确实存在着许多非常大的洞穴。当我们查看过去的创世故事时，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许多共同主题将它们联系了起来。对这些的理解，尽管文化和传统不同，但却有一些相通的元素。我相信，这些共同的主题确实保存在现代土著民族的传统中。另一个世界位于我们世界之下，一个地下世界，古代人类从中涌现。这是美国土著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常见主题，它已经影响到了现代的外星现象研究、齐生动物学、阴谋论文学等领域。民间传说以各种形式代代相传，继续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及其奥秘的理解。或许真相就在这些故事之中。四角洲地区包括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南部和犹他州，对许多美洲土著部落来说具有丰富的精神和文化意义。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和故事代代相传的地方，充满了深刻的神秘感和与自然世界的联系。这个地区是否隐藏着秘密仍然是个谜，但很明显，这个地区在北美有着独特的、精神上非常活跃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地区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我认为这片土地有生命，如果你与它互动，就像给一棵植物浇水一样，它会回馈给你某种愉悦感，这就是吸引你的原因。那里有纳瓦霍人的遗址，还有梅萨维德、班德利尔。在班德利尔有一个叫基瓦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正好位于自然洞穴内，地球的地下电流刚好交汇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些电流无处不在，但普维部落人却在那里建造了一个神圣的遗址，一个用于进行精神仪式的大房间。古代文明中的一个最大谜团就在新墨西哥州北部沙漠的查科峡谷中，发生在1100多年前，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没人知道建造查科峡谷的人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他们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数学、天文学、建筑学和在最恶劣环境中种植食物的能力。查科峡谷长12英里，宽2英里。峡谷本身有超过2800个被认可的考古遗址，其中2832个已经被挖掘。由于无法维持，其中许多遗址已重新埋藏起来，以保存供后代研究。其中的12个已被修复，正是这12个遗址揭示了一个涉及考古学的禁忌领域，揭示了人类过去文明的先进程度。查科峡谷中最显著的地方之一是本尤托镇，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形建筑群，其中包括900多个房间，其中一些是方形，一些是圆形的地下室，也就是那些在西南沙漠地区的土著民族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地下室基瓦。而这个圆形的地下室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直接与他们的创世故事相关。在圆形的基瓦地下室中，有一个位于基瓦一端的地方，称为西帕普。在土著传统中，西帕普是他们过去的祖先从这个世界来往另一个世界的地方，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那个世界出现到这个世界。这与在从苏美尔到中美洲尤卡坦的传统中发现的创世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这是否是对地下人类创造的又一个提及？维京号围绕着火星轨道拍摄了共有超过19000张图像。随着这些图像的不断完善，人们的疑惑却更深了。神奇的是，在火星表面上也有一个庙宇建筑群，看起来与查科峡谷的未被发掘的本尤托镇非常相似。为什么这个非常独特的地形结构出现在了地球和火星上？没人知道是谁建造的，唯一确信的是，他们具有高度的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理解。查科峡谷中还有一个名为法哈达比尤特的山丘，高约400英尺，它却在人们的仪式和宗教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哈达比尤特山顶上有一个神秘的结构，现在科学家们称其为北美洲的巨石阵。从外表上可能看不出来，因为它是由当地土壤相同的材料制成。在1970年代，人们发现，在夏至和春分这2个特定日期，
太阳光会穿过这些石板，照射在背后墙上的螺旋设计上，精确地标出了这些日期以及月亮周期，被称为太阳匕首。这是前所未有的罕见现象，很多科学家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使用激光引导成像技术来模拟后，科学家们才不得不接受。所有物种最终都会进化成其他形式，这是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过程。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烦人，但我认为否认进化是没有意义的。物种需要具有从攻击中恢复的能力。例如，如果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使地球上的生命变得非常脆弱，这些生命需要有能力从中恢复。也就是说，您需要有能力躲避并演化，以适应新的情况，继续生命的旅程。整个进化过程是一个展开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因时间足够长、足够多的新情况可以适应和发展而变得非常不同于现在。这些新情况是否包括在地球内部寻求庇护？在圣经中就有关于对古老巨人的描述。在大洪水和可能导致亚特兰蒂斯沉没的巨大灾难之后，人们推测可能有一个分离的文明在上一次灾难结束后进入了地下。这些生物中有些可能是巨人，一些可能看起来与我们类似或类似于人类。他们生活在地球内部，就像我上期讲到的雅哥泰、香巴拉等地下文明。至于玛雅人的命运，他们似乎真的从地球上消失了。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已经升华，或者进入了更深的维度。这就要提到图哈德达南，一个被称为神族的部落。在爱尔兰，这些生物被说成是神奇、精灵或祖灵，但最初他们可能只是普通人。还有许多传说描述人们从大海或地下出现，这是否与亚特兰蒂斯有关？他们在灾难中躲进了地球内部，或者进入了另一个维度世界。他们知道如何在两个世界中旅行。地下世界通常代表着更深的存在层面。在古代文本、诺斯曼文、苏美尔文甚至埃及文中，深渊总是与创造过程相关，而阿努纳奇的王子恩基就是代表深渊、大洋之主。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地下世界。如果回顾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故事，他们谈到了来自天空的神明，基本上是对已经存在的人类形态进行的生物工程，创造了更现代的形态，但他们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工程是在天空中完成的。作为地球之主、海洋之主的恩基，是否就表明了两个维度世界的关联？在古代历史中，巨人的存在似乎更为常见，就像地球上的史前动物恐龙一样。从恩基的身高约为6英尺5英寸的描述来推断，其他苏美尔神明和女神按照描绘的方式，身高在10英尺到11英尺5英寸之间，甚至可能高达14英尺。如果这些巨人描述的就是苏美尔神话中的一些神明，那么这将如何与南美洲的地下神话相关联？人们在亚特兰蒂斯沉落之前，就在地下建造了一处避难所。洞穴的顶部有一棵大树的根须从上面伸下来，他们称这个地方为伊甸园。当世界重新恢复生机，表面重新有生命时，他们可以在从洞穴顶部伸下来的树根中看到绿意生长，于是他们知道可以返回到地面。当他们重新返回地面时，他们把这棵树称为生命之树。如果地下世界不仅是一个创造之地，还可能是一个隐藏之地吗？在希伯来圣经中，拿非利人是神的儿子，也被称为巨人，并被认为是堕落者。这些是古代文本中所描述的巨人吗？有人说，这些巨人是前亚当和夏娃的存在，这意味着他们出现在亚当和夏娃之前。有人说他们是拿非利人，这意味着他们部分是人类，部分是堕落的天使。这个主题在一些美洲原住民传说中流传。这些巨人被描述为有6根手指、6根脚趾、双排牙齿，有时还有角。这与以诺书和其他来源以及旧约圣经中对拿非利人的古代描述完全吻合。他们逃离了一场大灾难，逃离了一些他们害怕的东西，所以他们前往地下，并声称在那里活得更久。那里有足够的水，还有一些高压区域，似乎有大量可呼吸的空气。关于这些众神的去向，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有许多报告称，这些巨人进入地球内部到地心。有人推测，地球内部是一个蜂窝状的洞穴，里面有许多不是地球上的种族。
许多历史学家对这个观点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以寻找能证明失落的地下文明存在的证据。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深藏在亚马逊丛林的深处。在伯利兹以南250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马库什的土著部落，直到18世纪中期才与外部世界有很少的接触。然而，他们的神话几乎与玛雅人所描述的守护地心的存在相同，即南美洲部落宣称自己守护着通往地心的入口。他们说，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下降到足够深的地方，与地下的居民相遇。这些居民身高都很高，约在10到11英尺半之间，所以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只是原始民族的神话。但有趣的是，他们谈到当他们下降到足够深的地方时，看到了熔岩。这正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球内部应该存在的东西。有生命能在熔岩中生存吗？按照常识，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提到地下一些地方有茂盛的植物和食物。所以，我们能认真看待那些生活在地下的人，或者相信这些原始民族的传说吗？在圭亚那和亚马逊北部的印第安人部落中，有一个关于地球内部入口非常有趣的传说。根据他们的传说，那里有一个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在某一时刻，他们负责这个地方的安全。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与非常高大的人类接触，可能说的是巨人，身高15英尺或12英尺。这些巨人被赋予了保卫这个地点和入口的任务，不允许其他人进入。他们需要在地下穿行15天，然后才能放下他们的火炬，因为那里有内部发光的球体，可以照亮剩下的路程。通过每级长33英寸的阶梯，最终他们进入到一个洞穴中，那里有食物正在生长，由4个巨大的太阳状光盘照亮，甚至无法让眼睛直视它们。他们描述说，这些食物如同人头大小的苹果和拳头大小的葡萄。他们无法通过图书馆、电视或卫星互联网获得信息，他们又是如何接触到或开始讲述这些在其他文化中都有重复的故事的呢？这其中一定有一些是真实的，不管地下是否完全空洞，或者这些巨大的洞穴是否存在，我相信它们存在。有可能这些巨大的生物就是古代苏美尔文本和其他文化中描述的智者吗？他们是否在灾难后带回了人类？在苏美尔传统和传承下来的文本中，有一种强烈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知识、文明和科技是由神灵、外星人或其他高级生物传授的。这些关于7位古代智者或传授者的引用，似乎出现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模式。这可能表明过去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已经失去了与之有关的重要信息。这也支持了我们是失忆的物种的观点，即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历史的重要部分可能与古代文明、外星智慧或其他高级存在有关。至于这些被描述为传授文明的实体是谁，这仍然是一个谜。有些人可能将其视为神话或象征，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实体可能与古代的外星文明有关。或许我们可以从那些古代的巨石结构中有所发现，这些遗迹都与太阳在一年中特定时间点的升起位置有关，这可能传达着关于日历、农业周期或精神信仰等方面的象征性或实际信息，也可能是一种暗语，将人类连接到与宇宙中的异常或其他神秘事件有关的可能性。我们还有很多要了解，特别是关于建造这些巨石遗迹的古代文化知识和意图。Göbekli Tepe 意为胖富丘，在1994年，来自德国的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发现了这个看起来不自然的土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这个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古代构筑物比巨石阵早了7000年，由此，很多人对历史书籍中的很多内容产生了质疑。随后，施密特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哥贝克利石阵上面，但却在2014年突然去世。目前，这个遗址的95%仍然被掩埋。考古学家认为该遗址约有13000年的历史。就我而言，它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得更久远，因为在土耳其存在证据表明，类似我们这样的人类在数百万年前就已存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被发现，推迟了古代的历史年代。随着全球变暖，极地的冰雪大大减少，冰层减薄，使雷达能够看到冰下的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卫星图像现在传回的数据显示，这些地下遗址似乎是大规模复杂的考古遗址，而不是小型狩猎村庄和坑洞居所。它们看起来像一种先进的技术文明，位于冰层之下。我推测有2种可能性，要么是在冰层形成之后，有人建造了这些复杂的结构，这种可能性较小。更可能的情景是，这些建筑物已经存在，然后冰层覆盖了它们。现在，考古学家将文明的历史背景推迟到了13500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于12000年前。沿着5000年的周期，文明可以追溯到5万、6万、7万年前。这些周期在神话中很好地表现出来。也许神话是基于更多的事实，比我们过去被引导去相信的，或者比我们过去愿意接受的要多。如果它确实比主流科学家的估计更古老，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哥贝克利石阵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圈遗址之一，它可能建于最后的冰河时代末期，大约公元前9500年，使用了大约1500年，然后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被废弃。最有趣的是，这些技术最精湛的石头建筑却产生在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这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这些高达19英尺的石灰岩柱，每个柱子重达15吨，它们排成环。当你真正身临其境时，你会发现，啊，这特么是人类建造的东西。这些石灰石柱都有梯形顶部，这让我想起了音叉。当你站在山顶上，从上面看这些大的梯形柱顶，你会想到，或许整个地方都是为了与某些频率共振而建，并且在这些巨大的柱子上还有动物的构造和铭文。我一直觉得，也许这些东西是记录某种生命形式驻波模式的一种方式。例如，鳄鱼存在于不同的驻波模式上，与鹤、大象和猴子不同。也许它们试图是在保存的状态下，保存这些实际上记录了这些频率的石头。哥贝克利石阵是否可能是一个古代门户，用来与遥远星系神明进行通信？有可能塔比星就是一个信号，提醒人类注意这个地方。哥贝克利石阵存在非常明显、非常精确的天文学证据，是世界上第一个完美的南北走向的建筑。没有天文学的帮助，这是无法做到的。它还与特定星座和特定年度时刻对齐，它是一个高度进化的遗址。跨越欧亚大陆的萨满文化将北天极视为从物质世界进入天空世界的出口点，它被看作是连接不同宇宙的通道，连接着中间世界与上层世界。似乎这块石头是一个指示牌，展示了那段旅程以及到达天空世界的实际路径。对人类早期的祖先来说，一个具有巨大力量的地方的只是因素之一，就是神秘的光现象。已知在魁北克所在的那些山脉中，经常会看到奇怪的光现象，今天我们称之为不明飞行物 UFOs。但这类现象已经发生了成千上万年，可以说是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就一直存在。我认为人类的祖先会把这些光现象看作一种重要的迹象，表明这些地方可以建立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点，或者称之为门户。而通过在这里建造纪念碑，与星空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从而获得创造文明所需的信息。如果哥贝克利石阵确实是通往其他星系的门户，那么或许这个建筑的缔造者们知道全球性的灾难即将来临，于是埋藏了这项古老的科技以保护它。随着挖掘的继续进行，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开始变得清晰。首先，这个大肚山和整个遗址并没有被自然沉积覆盖，经过大约1000年的使用后，它是被涵盖的，而涵盖的是原始的建筑师。这种有目的的埋藏变相增加了哥贝克利石阵之谜的复杂性，它表明建造者们特地采取了这种行动。问题是，他们到底是在试图保护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是不是出于一种保存的考量呢？想象一下，可能有数百人的团队手持装满石头和碎石的桶，他们将这些材料倒在现有的石圈上，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每个石圈都被覆盖。这是否是为了保存来自每个古代文化的神话和知识？这是一个模糊地带。我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的来源，是否存在某个世界的蓝本，一个中心点，每个文化都从中获取了灵感。哥贝克利石阵几乎像全球各地文化的微观宇宙，尽管我们曾认为他们从未共享过信息。如今，
我们开始认识到，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如果我说我知道戈贝克利石阵下面到底埋着什么，那是一个谎言。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些巨石遗址中找到很多相似之处，从而获得一些相当不错的科学见解，推测他们试图完成的目标。也许在当时发生了全球性的动荡，以至于唯一保存它的方式是将其埋葬。而且，为什么会有一个社会会投入如此大的规模和精力去建造这样的遗址，然后又把它埋起来呢？这不是闲得蛋疼吗？当你在书中阅读到这些事实和历史时，但当你站在一个古代遗址上，你可以感觉到这些地方充满了对过去生命的记载，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是活的，它们是我们的遗产，是人类的历史。我们需要珍惜和保护它们，以便将这一宝贵的遗产传递给后代。